这个游戏自带的一些道路其实看起来还挺漂亮的啊，没有那种格子城看起来的压抑感，但是右方还是有一些格子，这个是我们用不了的，特别是我们加了桥以后啊，可以把整个区域圈起来，集体把它给拆了。还有这边，其实这条道路我们仔细去看的话，它是没有和高速进行相连接的，必须得拆了它，用不上。OK， 现在左边空白了，空白了以后啊，我们去检查一下这条路。这条路是一个普通的3车道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把这条3车道先把它引到地面上，然后从这个位置有一基准，还得需要加一条主干道才对。这个主干道呢，我们就随便的画一点了，再相连接。左边的可以先不管它，把地面上的道路给建设了以后就好办一点了。地面上应该是一条4车道，这条4车道呢，把它延长到这儿。哎，我去 ，CSU2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，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。这个路面放置了以后，为什么会露出一些草地呢？我们需要把这个节点给抬高，把整条路彻底给露出来。有的时候地形不平整，它就是这样的。我感觉现在我们用它自带的一个立交特别爽，还得让它连地面，把上方的道路删2截。来吧，就这样来吧。笔直的一条主干道，地面双车道，直接这样连就行了。OK， 1、2、3车道，1、2、3先把它变1、2。下方的道路就比较简单了，1、2。左边的3车道把它连接向2、3，再单独连接一下4车道。有的时候这个道路包不完整的话，我们只能这样去做。OK， 1、2、3、4再变一下2、3、4就行了。这样一个节省空地的办法啊，因为我们的小岛面积比较小，所以呢，让2条道路在一个范围内让它进行变换。这条十字路口最好能够从这个位置，距离我们刚才开的匝道稍微远一点，开在这儿。来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左边，左边这里是一条高架，高架的下方是可以再穿过来一条路的。2条路的基点已经做好了，根据这个地形，我们把主干道绘制了以后啊，就可以切到一个2车道的公路，我们就可以盖房子了。然后现在把这条路做一个弯曲。其实全图用这个 CSUR 的道路的话，有的时候确实不太好看啊。然后我会结合一些地图自带的一些道路。然后我们现在的任务呢，就是把这个海边进行装饰一下。首先要找到这个海岸线，这里的地皮比较紧张，我们就不再做海滩了。这条是新订阅的一个河堤，这个河堤呢，市民是可以在上方行走的。给大家看一下啊。自带了有一部分灯光，还有一部分可以让市民休息的地方。然后一会儿我们要在这个位置做一些港口，再放一个火车站，先把这里的整体交通给做好，然后我们就让市民搬过来了。另外一条方向从这儿来吧。这块可以先不修整啊，等后期它慢慢变成草地以后啊，我们去考虑做一个小广场，或者做一个地标建筑。那么现在啊，我们先看一下，把渡船放在这个位置。渡船站、渡船码头。这条码头呢，它的道路还可以和我们的这个护岸的道路相连接。那些市民在步行的时候还可以进行中转，你看这样。上方也连接一下，然后这个位置呢，这个位置我们也连接一下护岸。
在旁边为他们增加几艘小船，把护岸的气质先给提上来。这块空地我刚才还没有想好做什么，放建筑的话有点太丑了。你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先试一下啊，找到这个停车场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出入口稍微变化一点点，从这个位置开始。你看，市民如果说想要去渡船站，他们首先要把车停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前方的十字路口就不会再形成一个堵车的现象了。停好车以后再这样走。这个停车位比较大，我们还可以在这儿架一个小天桥，最后让他们通行到市民的居民区。是这个样子的，渡船我们先不着急让它开通啊。那些从城市外部过来的游客，他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唯一的途径是走高速，然后我们研究一下把火车站放在哪儿。火车站的话，我看上了这个区域，这个火车站也是我新订阅的。然后这个火车站的轨道啊，右边还得拆一条道路，不能影响火车的通行。然后我们再让它和上方的高速进行一个垂直，检查一下这个高度啊。十字路口是没有问题了。再往前方行走的话，这个高度有点冲突，或者从这个位置我们再让它回归到地面。这条轨道去连接的话比较容易，我们直接把它抬高，然后呢，在右方不远处的位置啊，我们就找到了这条轨道，让它进行左右连接。等居民区盖起来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创建火车线路了。左边呢，从这儿切开一条入口。OK， 再把这条轨道统一一个高度就行了。火车站的电呢，我们先不着急连接，现在这里没有居民，渡船也先不连接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渡船旁边进行装饰一下，开几条小船。用人行道呢，我们可以在海上加几个小天桥。这个小天桥找一个美式的吧，我记得有一个美式的，随便放置一个，先从这儿连接一条路线。这里穿模了啊，这条路可能连接这儿的话不太合适。我们试一下，在护岸旁边呢，先加一条人行道。哎，这条路是可以的，这条路可以。然后我们先把它降下来。周奶奶桥，好名字。这样就不冲突了。换一个木板桥啊，这个木板桥应该也是可以的。再往回拉。从中间的位置呢，再继续开路口，这个路口可以开的稍微大一点。怎么感觉哪里的高度不太统一呢？把某一些节点稍微抬高一下，差不多了。我们再找到一些小船的摆件，可以直接把它放置在上面。这个区域修了半天了，现在还没有增加一个人口。这样盖房子不盲目。停车场有了，港口有了，火车站有了，接下来就开始寻找地标建筑。但是我们现在只剩下60万了，太漂亮的楼的话可能盖不了。盖房子之前，我们最好能够先放1、2个地标。有了地标以后啊，我们可以在缝隙里面去安插一些小房子。现在1级的地标去检查一下，没有什么钱了。这个房子只需要花费5000块钱，我们把它放在火车站的旁边。由于它不是居民楼，所以它不会造成一部分的居民生病。也是5000，盖在这儿吧。找一些没有那么方方正正的。第一次把这个地图玩得快没有钱了。现在还剩下53万，放了3个房子，然后在后方呢，我们看一下啊，随便来一点小房子吧。这个是什么？玻璃，
新中式公寓楼30层，这个房子的高度会不会有点高啊？想一下，作为立体化的话，不能放在这儿，靠近海边的位置不能太高，先放置几个吧。1、2、3，三个房子。然后呢，检查一下啊，现在可以把水电帮他们通上了。这是我上一次偷偷的在跨海大桥呢加了一个小电线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小电线杆先移动在海边，等后期它连接在一起以后，我们再把它给删了。这样一来，我们所有的建筑啊，除了这个港口，电源就连接在一起了。火车站现在也有电了，也就意味着我们现在不用去管理它。某些城市外的乘客啊，他们会乘坐火车来到这个方向。我们从这个位置来看一下远方的城市啊，感觉又一个小城市已经绝地而起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接着来盖房子啊，找一下那些低密度的住宅区。在前方总觉得还差一个地标建筑。你比如说这个商场，需要11万3，哇，有点大了。已经找到了3级独特建筑了。目前好多房子是挺贵的，我们买不起。新百广场建造费用4万块钱，这个高度还可以。然后在商场的前方呢，我们放了有一排停车位，正好合理。哇，这个灯还会亮，还挺便宜。1楼也不用我们再放置建筑了。蜜雪冰城、工商银行。然后我们在这个建筑旁边再继续开路口，开一条小型的水泥路。这里就不能做大型的路线了，这里的路线太宽的话，整体感觉有点乱。然后呢，在前方继续放商场，这个附近尽量要减少住宅区。我们虽然要增加人口，但是我们要有底线。找一下商场啊，找一下自定义的商场，最好是那种不用花钱的。低密度商业不行，高密度商业，这个是什么？还可以，高密度的商业楼，这个高度是正好合理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换几个小型的路口啊，去穿插几个，2个一模一样的，行，就放2个吧。哎，这个商场中间呢，应该留有一条缝隙才对啊。这个楼放在这儿，高楼的旁边不放高楼，这是我的原则。最后我们看整体效果啊，哪里不合适的再把它给拆了。然后这是一个大哥，这个大哥我先不建造，它可以解决500位的工作需求。那是我压箱底的家伙。似乎海边的高楼已经够了啊，在这放一个稍微漂亮一点的。然后细节我们后期再慢慢的去补充。整体来说啊，现在除了前方的沙滩，我们在后面呢可以随意的去穿插一些房子，盖一些高密度的住宅区。然后靠近火车站的位置我们来商店。差不多了，这个房子慢慢就盖起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人口需求了，人口已经涨到了26000多。哎，火车已经来了。哎，我们检查一下啊，目前有一些居民已经坐火车来了，53个乘客，然后下来了这么多人。哇！哎，这个地方才建设了没有多长时间啊，突然来了这么多居民。